说，那么量子纠缠就是两个有着 A 和 B 或者是两个以上有着 A 和 B 和 C 组成的一个量子系统中，量子之间互相影响产生的一种现象。但是特殊之处在于，即使这些粒子在空间中是被相互分开的，但是它们也可以产生相互的影响。也就是说，假设我们就尝试利用最新的量子力学来解释下灵魂。那当然不是由我来解释，而是由202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 Roger Penrose 罗杰·彭罗斯教授。今天的视频可能是你能在全网找到的关于量子物理学、量子纠缠、量子灵魂方面最简单、通俗易懂的一个介绍视频，所以点赞不要钱，不要太吝啬。我们先简单介绍下罗杰·彭罗斯教授是何许人也。彭罗斯教授今年已经92岁了，他是英国数学物理学家，牛津大学数学系的名誉教授。彭罗斯的知名度可能低了一点，但是他的同事以及合作伙伴霍金，相信大家都认识。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科幻电影中黑洞的形成这个镜头，它的背后的理论就是霍金和彭罗斯一起提出的黑洞形成论。只是当年发表这个理论的时候，彭罗斯的名字在霍金的后面，这个会让人产生视觉错觉的无限循环的三角形，大家应该都见过。这个三角形的正式名字就叫做彭罗斯三角。这个三角形在我们现实的三维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不管我们从哪一个角度去看，最终也只能看到这个三角形的一个二维图形。但是当有任何一个物体沿着这个三角形的任意一条边运动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无限循环的三角形。很多营销号还专门用这个三角形来进行所谓的压力测试，说你如果看到的是一个无限循环的三角形，那么证明你的生活压力很大。大家以后记住了，这个三角形的名字就叫做彭罗斯三角，而且当年彭罗斯创造出这个三角形的时候只有27岁。除了无限循环的彭罗斯三角以外，还有无限循环的四边形，也叫做彭罗斯阶梯，发明者也是罗杰·彭罗斯教授，就是像视频中这样一个无尽循环的四边形的楼梯。电影《盗梦空间》里面也有这样的楼梯设定，除了彭罗斯三角、彭罗斯楼梯，还有彭罗斯瓷砖。彭罗斯瓷砖是一个介于二维和三维之间的无限循环图像。彭罗斯瓷砖在上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特别受欢迎。也许视频前的你家里以前就有彭罗斯瓷砖。小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彭罗斯瓷砖，我觉得就是色盲检测卡。就这样的一个天才，终于在2020年的时候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但是罗杰·彭罗斯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原因，并不是像很多营销号说的，他提出了灵魂永不灭的理论。他在2020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原因，是因为他用数学的方式验证了黑洞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直接结果。因为在北京时间2019年4月10号晚上9点钟，人类拍摄到的第一张黑洞的照片终于面世。这张照片也印证了彭罗斯教授关于黑洞形成的理论，所以他第2年就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不过确实，彭罗斯教授提出过量子灵魂的理论，而且他的理论也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比如说他在1989年出版的《The Emperor's New Mind》皇帝新脑，1997年剑桥大学又出版了他的讲座的合集，叫做《The Large, the Small and the Human Mind》宇宙、量子和人类心灵，还有他的另一本书《Cycles of Time》宇宙的轮回。在他的书籍和演讲中，他都多次强调，在他看来，今天的经典物理学是没有办法去解释灵魂的。经典物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从小到大在学校里面学的那一门物理课。如果想要用物理学来解释灵魂，就必须使用量子物理学。但是我们今天对于量子物理学的了解还不够深，而且量子力学中确实会表现出一些神秘的行为，比如波粒二象性的问题，以及最近在国内被炒得非常火热的双缝干涉实验。但是他认为今天已经可以利用量子纠缠的现象来解释什么是灵魂，并且人死后灵魂去了哪里。那我们就首先通俗易懂地解释一下什么是量子纠缠。那我们先弄清楚什么是量子。单从字面意思上来看，量子好像和分子、原子、质子、电子等一样都是微观粒子，但其实并不是。量子并不是一种微观粒子，量子其实是一种物理学的概念，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物体。如果一个物理量存在一个最小的不可以被分割的基本单位，那么我们就说这个物理量是可以被量子化的，这个不可以被分割的最小的单位就被称为量子。那我们来说人话，假设全体人类就是一个物理量，那么我们每一个个体人就是一个不可以被分割的最小的单位，你我他都是量子，因为一个人不可以再进行分割了，再分割的话就不是人了。再比如说电影院门口的抓娃娃机，假设这一柜子的娃娃都是一个物理量，那么每一个娃娃就是一个量子，没有比一个娃娃再小的单位了，因为你不可能抓半个娃娃出来吧。所以大家注意，量子有不可以被分割的特性，
但是我再强调一遍，量子不像是中子、分子、质子，它不是一种基本的粒子，它更像是一种概念。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说到底什么是量子纠缠。用人话来说，那么量子纠缠就是两个由是 A 和 B， 或者是两个以上由是 A 和 B 和 C 组成的一个量子系统中，量子之间互相影响产生的一种现象。但是特殊之处在于，即使这些粒子在空间中是被相互分开的，但是它们也可以产生相互的影响。也就是说，假设有 A 和 B 两个人，但是他们不在同一个地方，假设 A 发生了一些变化，也会立刻让 B 产生一些变化。我们说的再更像人话一点，假如 A 的钱丢了， B 立刻就知道 A 的钱丢了。再比如 A 剪了一个短发， B 立刻也剪了一个短发，就有一点像在照镜子，你一抬手，镜子里的你也抬手。但是量子纠缠可以不受空间和距离的影响。假设 A 站在地球上，而 B 在太阳系以外，当 A 发生改变， B 也会立刻发生改变，而且当 A 发生改变时，可以理解为 B 也毫无延迟地发生了改变。当然，量子纠缠也可以发生在多个量子之间，也就是不单 A 和 B 发生改变，量子纠缠也并不仅限于两个量子之间，而是多个量子之间也可以产生纠缠。量子纠缠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纠缠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说人话就是 A 如果抬手， B 可能会跺脚， A 如果胃疼， B 可能会头疼。但是不管怎么样， A 一旦发生改变， B 一定也会发生改变，只是以我们今天的科学还没有办法准确的掌握导致不同结果的原理或者是法则到底是什么。好的，那现在我们可以来看一看罗杰·彭罗斯教授是如何用量子力学来解释灵魂的。在彭罗斯教授1989年推出的《黄帝心脑》这本书里，他和美国亚利桑那大学麻醉学和心理学的教授哈维夫一起提出了一个理论，就是大脑神经元中存在一种叫做微管蛋白的结构。这个结构相当于量子计算机里面的一个量子比特位，一个神经元中的微管蛋白能够和其他神经元中的微管蛋白进行量子纠缠。整个大脑中数十亿神经元中包含的所有微管都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量子纠缠网络，而人类的知觉和意识就是来自于大脑中量子纠缠中电子波函数的坍塌。那我们说人话，它的意思就是人的整个大脑就可以理解为一台量子计算机，而人类的知觉和意识就是来自于大脑这台量子计算机中量子纠缠电子波函数的坍塌。至于什么是电子波函数的坍塌，这个没有办法用人话来解释，不过可以举一个大概的例子。假设今天有一个孩子3岁，那么他从出生到现在，他的大脑一共经历了3年的量子纠缠电子波函数的坍塌。而有另外一个男人今年30岁，他的大脑经历了30年的量子纠缠电子波函数的坍塌。那么这个30岁的人的大脑经历过的电子波函数坍塌的次数一定会比这个3岁的孩子的大脑经历过的坍塌的数量要多得多。那彭罗斯说，人类的知觉和意识就是来自于大脑中一次又一次的量子纠缠电子波函数的坍塌，坍塌的次数越多，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就会越强。这么说起来，这个理论应该是说得通的，毕竟3岁的孩子和30岁的成年人之间差距还是很大的。彭罗斯还强调，当人类死亡之后，我们的量子灵魂并不会如泡沫一般的逝去，而是会从身体的微管中脱离而出，重返到宇宙之中。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彭罗斯认为灵魂永不灭的原因。而且他还提出了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理论。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我们的 AI 人工智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像一个人了，那么大家认为 AI 人工智能是否真的会诞生灵魂呢？彭罗斯在1989年出版这本书的时候就提出，他认为 AI 人工智能是永远不可能产生灵魂的，因为我们今天所有的常规计算机都是二进制的计算机，所有的指令都是用数字0和1来进行编写的，计算机只能先算0或者是先算1。如果我们的大脑确实是类似于一台量子计算机，那么我们的大脑就不需要先算0或者先算1，而是可以多个任务同时一起进行计算。举一个说人话的例子，今天晚上你想吃什么？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的大脑是把所有的食物放在一起同时进行思考，还是一个食物一个食物一个食物的去想？而常规二进制计算机就是把所有的指令按照特定的顺序一个一个的进行计算，它不具备人类大脑中这样的量子纠缠态网络，所以它永远不可能产生一个灵魂。彭罗斯还提出了另外一个非常惊世骇俗的理论，就是宇宙轮回。如果彭罗斯是一个神学家或者一个哲学家，那么他说宇宙有轮回，这个大家应该都能理解。可是他毕竟又拿了2020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那我们就来好好的看一看他是怎么说的。
在他2010年出版的《宇宙的轮回》这一书中，他详细的阐述了他自己的理论。他说，宇宙是通过了无数次的循环来进行迭代，每一次的迭代，前宇宙就相当于一个时间的无穷大，被下一次大爆炸的起点所标识，每一个时空都代表着一个大爆炸的起点，而向无尽的未来进行扩展。这样一来，热寂并不是宇宙的终点，而它只是一个全新的起点而已。哎呀，这些科学家，那我们还是说人话。他的意思就是，宇宙一开始是就一次大爆炸而形成的。大爆炸结束以后呢，整个宇宙就向周围的所有空间慢慢的进行扩张，整个宇宙就变得越来越大。当宇宙大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出现一种现象，叫做热寂。热寂说白了就是整个宇宙就死气一片，没有任何的生命，也没有任何的能量。现在的主流科学都认为热寂就是整个宇宙的终点，但彭罗斯认为，当宇宙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宇宙中的某一个位置就会出现一个起点，而这个起点就会产生下一次的大爆炸，整个宇宙就会像这样，先出现爆炸，然后向周围扩张，又出现一个起点，然后又爆炸又扩张，就一直像这样爆炸扩张起点，爆炸扩张起点，最后就一直炸进行无数次的循环和迭代。你还别说，他的这个理论后边还真找到了一些证据。2010年，欧洲宇航局发布了一些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图，彭罗斯的团队在这些照片中发现了12个异常的同心圆环。彭罗斯认为，这些圆环正是上一轮的宇宙爆炸以后，在这一轮宇宙中留下了印记。如果这么说的话，那么这12个异常的同心圆环是不是就能证明，在我们之前，宇宙已经进行了12次的轮回？不过，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宇宙轮回这个理论其实也还好，没有那么恐怖，因为我肯定活不到宇宙轮回的那一天。真正让人细思极恐的是量子纠缠产生灵魂的这个理论。假设每一个人的灵魂都是一个单独的个体，都是一个量子，那么请问谁和我纠缠？如果有一天我死了，按照彭罗斯的理论，我的灵魂会回到宇宙中，那在我死以后，我的灵魂终于摆脱了肉体的束缚。但是为什么不留在地球上，反而要去宇宙中呢？难道说宇宙就是一个灵魂或者意识的整体，而我的灵魂却一直在和整个宇宙进行纠缠？又或者说，在宇宙的某一个地方还有一个我，而地球上的我一直在和宇宙中某一个地方的另外一个我进行量子纠缠？不管是哪一种可能，宇宙中一定存在另外一个灵魂量子一直在和我进行纠缠，否则我死以后，我的灵魂为什么一定要去宇宙里呢？地球上还有我的亲人，还有我的朋友，我的灵魂留在地球上不香吗？虽然彭罗斯教授的这些理论目前还没有被科学完全证实，不过万一都是真的呢？毕竟人家可是拿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科学家，而且麦哲伦也不过是在500多年前才证明了地球是圆的。很多事情只不过是我们还没有办法证明或者理解而已，但是并不代表它不是真的。罗杰·彭罗斯教授关于灵魂的解释是从量子纠缠的角度出发，今天介绍的几位量子物理学家是从波粒二象性的角度提出了灵魂永不灭的依据。首先需要大家理解什么是波粒二象性。光的波粒二象性这个知识现在已经是初中物理优生读本里面的知识点了，也是中考的必考内容，同时也是高2物理标准教材里的必考内容。00年以前的朋友肯定基本都没学过，因为当时的物理教材里面就没有这个内容。所以先快速介绍一下，在19世纪，全世界的顶尖科学家们对于光到底是粒子的性质还是波的性质分成了两派，粒子派和波派，并且两派各自进行实验，以支持各自阵营的观点。结果无论是波派还是粒子派，两派各自实验的结果都可以有力地支撑自己的观点。结果就是两个阵营的物理学家们都坚信自己这边的理论才是真理，可是呢也没办法调出对方阵营的实验有什么错误。一直到1905年，爱因斯坦提出了光电效应和光量子的解释，认为对于时间的平均值，光表现为粒子的性质，而在非时间平均值的条件下，光的表现为波的性质。也就是说，光既是粒子也是波，这就是波粒二象性的由来。随着量子力学的不断发展，如今证明不单是光，所有的微观粒子、中子、质子、离子、分子都有波粒二象性，而我们的人体本来就是由各种微观粒子构成的。正因为这个发现，如今呢，有很多世界顶尖的物理学家都开始宣称，波粒二象性的现象可以延伸到身体和灵魂的二分理论。也就是说，身体是身体，灵魂是灵魂，两者是可以分开的。
用波粒二象性可以理解为身体是波，而灵魂是粒子，两者的性质不同，但是却同时存在。德国慕尼黑马克思普朗克物理研究所的前负责人、诺贝尔替代奖的得主 Hans-Peter Dürr 汉斯博士认为，正如粒子的资料储存在波的形态上一样，大脑是有形的碟片，可以储存我们的资料。这些资料会再上传到精神量子领域。这样推导下去，当人类的身体，也就是物理层面上的碟片消失，人类的意识仍然会存在。这个德国马克思普朗克物理研究所是现在全世界最顶尖、最权威的量子物理学的研究所之一，而汉斯博士作为这家物理研究所的前负责人，也是诺贝尔替代奖的得主。他提出了这样的说法，就不得不让我们认真的思考一下。他的这段话如果说人话，意思就是包括我们每一个人独立的意识，每一个人这一生的种种经历，都可以理解为一份资料或者是信息，这些信息也就是粒子的性质。但是信息的读取和展示需要有一个物理上的硬件设备，也就是我们的肉体和大脑，可以理解为波的性质。现在量子力学已经发现，粒子的资料都是储存在了波的形态之上，也就印证了意识和灵魂这种粒子需要依托身体和大脑这个波性质的物理硬件才能够被读取和展示，而且意识和灵魂这种粒子也会同时被上传到精神量子领域，也就是灵魂的领域。这个量子灵魂的领域，大家可以理解为一个互联网，一个专门储存资料和信息片段的地方。而且大家都知道，在互联网里面，任何的信息和资料，除非是原发布者自己删除了这个信息，否则这个信息和资料就会永远的存在。所以就可以推导出，即便我们的身体和大脑这个物理硬件消亡了，但是意识和灵魂作为信息的片段仍然会永远的存在，只不过是在这种情况下，信息的片段缺少一个能够将它展示和读取的物理硬件而已，除非呢有某种力量强行的把它删除了。就像你发过的朋友圈，哪怕你的手机丢了，你的朋友圈仍然会存在，你只需要用另外一台手机就能再次展现你朋友圈的信息和资料，除非是背后的公司通过后台把你的朋友圈给强行删除了。这部分的内容希望大家看到这儿已经理解了。汉斯博士还说，我们所知道的世界都只是可以理解的物理层面而已，而在这个物理层面之外还存在着无穷的世界。这表示我们现在的世界早已被死后和之前发生的过去的世界所涵盖包围着。就算身体死亡，灵魂仍然会存在于精神量子的领域，也就是灵魂的领域，因此我们是不朽的。还有其他的科学家们也提出了类似的说法。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生物物理化学所的 Christian Hawick 博士，他发现人类的中枢神经其实具有相位编码的能力。这个相位编码就是一种可以同时进行多数据编码的方式。他说，我们的思维、意识以及感觉都是精神层面的特质，无法侦测它们和自然科学比如说万流引力之间的直接交互作用。然而也同样可以反过来证明，这些精神层面的特质和物理层面之间是相互分隔开的。说人话，他的理论呢，就是再次验证了刚刚举的例子，手机和你发的朋友圈之间没有直接的任何联系。有手机并不代表你一定会发朋友圈，手机丢了也不代表朋友圈就会被删除。身体和灵魂就像你的手机和朋友圈，身体和灵魂是相互独立同时存在的，但是身体消亡了并不代表灵魂也消失了。还有普林斯顿大学的物理学教授 Robert Jahn， 他不但也提出了灵魂不灭的说法，甚至还提出了灵魂可以被再次分解或者是重组的理论。他的理论是，如果意识和灵魂可以在两个领域之间双向交互资讯，那么意识和灵魂就和物理的物质一样具有分子结合的能力，也会遵循量子世界的原则。他的理论有点不好理解，是吧？说人话呢，就是我的意识和我的身体之间，
如果能够进行双向的信息交换，比如说我的手摸到了火焰，感觉到了烫，这个信息是从物理层面上我的手传递到了我的意识层面，这进行了一次信息的交互。但是在这一次之后，从此我再次看到火焰，我就不会再伸手去摸。这时我的意识层面关于火会烫伤我的手，这个信息又从我的意识层面传递到了我的身体层面，控制着我的手不会伸出去摸火焰，这就达成了在两个领域层面之间的双向信息交互。那既然如此，我的意识就和所有的物理的物质一样，具有了分子结合的能力，也就是说，我的意识或者是灵魂也具有分子的特质，能够进行分解，也能够进行再次的结合和重组，所以我的灵魂本质上也是不朽的。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根据这些顶尖科学家们的说法，我的灵魂是不朽的，那么在我死后，我的灵魂又会去到哪里呢？下期视频我们就再继续用量子力学的角度来解释我们死后的灵魂会去哪里，死后的世界又是什么样。OK， 下期视频见，拜拜。